易经预言2024会发生什么？2024年是易经中的甲辰年，对应的是黄极经世书中的雷火风卦。这一卦象预示着什么？2024到底是喜还是忧？黄极经世书的作者邵雍是何来头，以及他的易学原理？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人间奇闻。北宋年间，有位先生姓邵名雍，字尧夫。他既不经商，也不从政，但若是提起他的名号，上至满朝百官，下至不衣白丁，无不是尊敬二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古时注重以德才论人，邵雍正是凭着他的贤良与才学而被人们称颂。那时的家长但凡教育晚辈，都会搬出邵雍的名号。你若是不好好做这件事，想必邵先生会知道的。如是这么一说，晚辈瞬间便乖巧起来，老老实实的照办了。能起到这种威慑作用的，在那时一般只有百姓们迷信的鬼神和贤良的圣人才能做到，而邵雍显然是后者。不过邵雍在面对这些虚名时，则显得十分淡泊。当然，这样的社会影响力不是与生俱来的。邵雍的自律在当时是出了名的，他为了磨练意志力，夏天不扇扇子，冬天不生炉子，可以说是任春去秋来，夏暑冬寒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当然，光自律是不足以写出黄极经世书这样的千古绝唱的。邵雍不是闭门造车的古板书生，他在读了几本古书后，便毅然走出了家门。古人学习有一种方式叫做游学，素来有很多名士都会行山渡河，到处游历，以此来增加见闻。总结成一句话，就是实践出真知。于是邵雍开始徒步游四方，期间经过黄河无数的山川平原，又考察了西周遗址，其中有多少艰险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待到邵雍归来时，他只说了一句道在是矣，便再也没有外出游历过了。道在是矣翻译成白话就是道就在那里啊。这简短的一句话说明了邵雍从求道开始，经过外出游历后很可能见了道，而真正悟道是从他拜师求学才开始。一天，一个叫做李之才的县令听说邵雍好学，两人便见了面。其实李之才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易学家。一番交谈过后，两人甚感相投，于是邵雍就拜在了李之才门下，开始学习易经。后来邵雍按照李之才的指导，先后读了河图、洛书，接着又学习了八卦、64卦图像。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邵雍拜师的经历也验证了这句话，易学的内涵多半都是他自己悟出的。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邵雍开始渐渐明白天地规律、阴阳规律，后来乃至万物规律，即使是微小的飞虫草木，他也都了然于心。在37岁那年，邵雍迁居洛阳，在此前很长一段的隐居生活里，凭借着对易学的学习，他已然不惑，并写下了不少著作。其中最为传奇的便是他的易学研究成果《黄极经世》。黄极经世预言2024年甲辰年雷火风卦预示着什么？朱熹在深入研究过此书后，曾认为他对易学的阐释已经可以与周易相媲美。此书到底讲了什么？真能预测未来吗？在《西游记》开篇中，宇宙的形成被描绘成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等神秘且充满哲理的过程。这背后所蕴含的宇宙生成理论，实际上源于邵雍的理论，而他的这一理论则在其杰作《黄极经世》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。有次一位弟子向朱熹请教，想要了解《黄极经世》与周易之间的区别。朱熹解释道，周易重在卜筮，而黄极经世则是通过推算天地的规律来预测未来。它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，而是层层递进，从2分至4， 4分至8，以此类推，每一步都细致入微，其中的逻辑严密，与周易的占卜方式大相径庭。黄极经世依据的是天地之数，从中推导出阴阳消长之理。这种通过数来揭示理的方法，展示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。朱熹本人对这本书赞不绝口，称自周易问世以来，只有邵雍能够如此完整系统地阐述宇宙之谜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黄极经世这部典籍已静静地度过了1000年的岁月。然而由于其内容的深奥与冗长，使得黄极经世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天书，难以被人理解。对于这种深奥难懂的书籍，古人往往喜欢通过添加注释来展示自己的学识，但黄极经世却鲜少有人敢于解读它。这也正说明了这本书的深奥。这是因为黄极经世对读者的要求极高，不仅需要读者对天文历法有深入的了解，还需要掌握易学的原理，同时还需要
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，阅读起来仍会感到相当困难。《黄极经世全书》共12卷64篇，前62篇都是邵雍自己所著，而最后2篇则是他的门人弟子所记述。另外，书中还附有一幅名为64卦方圆图的图谱，每一卦象在图中都有所代表，每年都对应着一个卦象，每60年便形成一个小的循环，因此便有了值年卦的说法。同样，值年卦也是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。古人认为，通过对值年卦的正确解读，是可以预测到当年大概的气运走向的。那么，通过对值年卦的解读，我们又能从2024甲辰年里读出些什么呢？《黄极经世书》预言60年一循环，2024年的雷火风卦预示着什么？雷与火是自然界的2种属性，风则是亨通的意思。那么，这种独特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雷火风卦是易经64卦的第55卦，也叫做风卦。在雷火风卦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2个主要元素：震雷和离火。震雷在上，彰显出行动的力量；而离火在下，则代表内心的明智与通达。雷与火的结合是古人对至高无上威严的象征。这种威严不仅可以驱散一切灾难和困境，还能护佑万物生长，带来繁荣和丰收。这也正是雷火风卦所蕴含的核心意义。通过积极的行动和内心的智慧，不仅能够克服困难，迎接丰收的喜悦，还能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繁荣发展。雷火风卦的卦辞是亨王甲之，勿忧一日中。其中亨不仅仅意味着祭祀的进献，它更象征着一切的繁荣与通达。而王甲之中的甲寓意着至高无上的君主的降临。这里的君主是否意味着他将亲自参与祭祀，或者他的降临就是繁荣昌盛的预兆，并没有明确表示。接下来的勿扰是深深的劝诫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内心的宁静，无需自扰。最后一日中则是在告诉我们要寻找一煞的绝佳时机，那便是日光洒满大地的正午时刻。这样看来，雷火风卦是一个吉兆无疑，但其实雷火风卦实质上也有隐患。象曰丰收之象，日中则邪，意思是太阳正午之时万物皆明，然而之后却可能走向缓慢的西落或新的高度。因此雷火风卦也常常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。雷火风卦的丰收之象可能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由盛转衰。雷火风卦的主卦是震卦，卦象是雷，克卦是离卦，卦象是火。克方谋求发展，为了主方的利益，主方需要积极应对，尽力满足克方的要求，会得到克方的合作。但是在相互关系中，克方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会不择手段，千方百计维护和谋求自己的利益。总之，对主方来说，机遇和挑战并存，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卦象中，易经所描述的却是诸多的警醒与告诫。这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丰收并未总是持久的。当我们达到一个高峰时，我们必须意识到可能即将面临的挑战，同时我们也要明白，人生中的转折点常常是意想不到的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，准备应对可能的变化。这就好比雷火风卦中的震卦与离卦，一方面是生机勃勃的雷，另一方面是充满挑战与变数的火，它们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人生丰富多彩的画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学会在机遇中看到挑战，在挑战中寻找机遇，从而在不断的变化中保持平衡。这一点其实不只是易经的告诫，在一个不断变换的世界中，危机与机遇一直都是并存的，而如何抓住机遇，应对危机，也是人生要不断面对的课题。其实相比于易经对未来的预测，古人传达出来的这种精神倡导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